欢迎来到星星频道，请点击订阅并关注，获取最新资讯。央视开年王炸，胡歌、李沁《人间有味》定档，白宇帆、高兴同步上线，两部剧封神。朋友们，央视这次真的把压箱底的好货都掏出来了。2026年开年，总台大剧看总台片单里直接甩出2张王牌，一部是胡歌、李沁领衔，黄磊亲自掌勺的年代美食大剧《人间有味》，另一部是白宇帆、于文文主演，改编自贾平凹小说的晋城务工故事。高兴，这两部剧，一个灶火升腾讲老字号的30年沉浮，一个三轮车之压唱小人物的乐观奋斗，从题材到阵容都透着年度剧王的品相。他们没搞流量明星那套虚的，扎扎实实蹲在生活里拍，一个在北京胡同里复刻了16000平米的饭庄实景，一个在西安城中村蹲了3个月走访拾荒者。这架势摆明了就是要用最地道的烟火气喂饱所有渴望好故事的观众。人间有味的故事核心是北京100年老字号万堂居。上世纪90年代，掌灶师傅杨跃军看中了青年樊大成的厨艺天赋，把他招进后厨。可樊大成脑子里装的是新中餐理念，跟师傅坚守的老规矩格格不入，最终选择出走闯荡。多年后，当经营不善的万堂居濒临倒闭，已在国际厨坛闯出名堂的樊大成选择回归，试图用他的革新理念重振老店。然而资本入局，同行竞争，师兄弟间的理念分歧，让这场拯救行动充满变数。这部剧的演员阵容堪称豪华，胡歌饰演灵魂人物樊大成，李沁饰演与他命运交织的女性杨雨竹，何冰、刘佩琦2位戏骨坐镇，分别扮演坚守传统的老师傅和偏执的烤鸭匠人。为了演好厨师，胡歌提前3个月减重12斤，还专门向非遗厨师苦练片压、颠勺，手上磨出老茧。李沁则系统学习了算盘、剪纸等90年代的生活技能。剧组为了追求极致真实，在北京搭建了超过16000平方米的实景摄影棚，一复刻了万堂居的后厨、大堂甚至胡同口的菜摊。他们淘来光绪年间的老匾，聘请退休的老厨师担任顾问，连演员围裙上的油星子都要求是真实的。总导演黄磊时隔18年再次独立执导电视剧，他擅长捕捉生活细节的风格与这部剧的烟火气内核高度契合。另一边，高兴的故事则从陕西的清风寨开始。农民刘高兴带着同乡兄弟5父，怀揣着对城市的憧憬来到西安。在同乡韩大宝的介绍下，他们干起了收废品的营生。初来乍到，2人就遭遇了地盘争夺、被人轻视、误收医疗废品等一连串麻烦。刘高兴却始终保持着乐观，他的口头禅是湿纸板晒晒干还能卖。在收废品的过程中，他结识了女音乐教师孟怡纯，一段跨越身份差异的情缘悄然滋生。他们居住的大杂院里还聚集着泼辣热心的姓胡、世故圆滑的黄八等形形色色的小人物。白宇帆为了贴近刘高兴这个角色，晒黑了皮肤，指甲缝里都带着黑泥，蹬3轮车的姿态活脱脱一个进城谋生的农民。于文文一改往日形象，饰演温柔的音乐老师。黄小磊操着一口地道的陕西方言，把市井大姐姓胡演得活灵活现。该剧由指导过《白夜追凶》的王伟导演，编剧王三毛、雷子曾操刀《山海情》。剧组在2024年4月开机，历时112天拍摄。为了还原2005年前后的西安风貌，他们深入城中村进行了3个月的实地走访。人间有味的剧本改编自作家常小虎的小说《收山》，这部作品曾获得茅盾文学奖的推荐。它不仅仅讲述做菜，更通过一家餐馆的兴衰，
折射出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转型期的阵痛与机遇。剧中将呈现黄河鲤鱼、片皮烤鸭等传统名菜的制作过程，但核心冲突在于守正与创新。何冰饰演的师傅认为祖传的秘方和规矩是根，不能改；胡歌饰演的徒弟则认为，老味道要想活下去，必须换一种活法。这种代际之间的理念碰撞，是那个时代许多传统行业面临的共同课题。高兴同样根植于厚重的文学土壤，贾平凹的原著以细腻的笔触刻画底层人物的生存状态。剧集没有刻意渲染苦难，而是聚焦于小人物之间穷帮穷的温暖。大杂院的邻居们会为抢一块纸板吵架，但当家境困难的武父为女儿学费发愁时，姓胡会默默把自己的私房钱塞给他。剧中武父最终因病去世，没能实现在城里扎根的梦想，但刘高兴和朋友们继续推着三轮车，穿过西安古老的城墙门洞。这种在困境中依然向前看的韧性，是无数普通中国人的真实写照。在制作层面，人间有味体现了近乎偏执的匠心。他们坚持真铁锅、真煤火实拍，炒菜的火苗都是真实的。剧组甚至招募了具备雕花、烤鸭等技能的专业厨师来担任群演，确保后厨的每一个动作都经得起推敲。拍摄周期预计长达150到180天。这种慢工出细活的节奏，在追求效率的当下尤为难得。该剧已入选北京市广电局重点资助项目和北京大视听重点文艺项目，获得了从政策到资源的全方位支持。高兴则充满了浓郁的地域特色，陕西方言贯穿全剧，从他大舅、他二舅都是他舅的民谚，到市井街头的吆喝声，都极大地增强了真实感和代入感。陕西的美食，如油泼面、肉夹馍等，也会在剧中自然呈现，成为展现风土人情的一部分。导演王伟在现实主义的基调上，巧妙地融入了轻喜剧的元素，让这部讲述底层奋斗的故事，在感动之余，也不乏让人会心一笑的瞬间。该剧由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、西安市委宣传部联合摄制，是陕西省重大文化精品扶持项目。从题材上看，这两部剧形成了有趣的互补。人间有味从餐饮行业切入，描绘的是城市中心老字号在时代浪潮中的挣扎与革新，格局宏大，充满商业博弈的硝烟。高兴则将镜头对准城市边缘的进城务工者，记录他们用最质朴的方式谋生融入，故事细腻，充满人情冷暖，但他们的内核是相通的，都关于普通人在大时代下的奋斗、坚守，以及那份无论如何都要高兴着活下去的乐观精神。2026年，央视黄金档的这桌双剧盛宴，值得每一个喜欢好故事的观众耐心等待。